死亡是每一个人终须面对、逃脱不了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生离死别。成长过程中，很多的决策都是因为出乎对生命的恐惧而做出来的。比如，我们到马来西亚就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都有华人，大家对待死亡的态度都只是避讳吗？大家对生命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巨大的好奇。那么今天在一个朋友的引荐下，我将要去富贵集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死亡，重新体会生命的含义。我们现在正在驾车去富贵生命馆 Nirvana 的路上。我有3个问题想和王太一起探讨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了解王太，你平时对富贵的印象是什么？看到了就想避开，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是，它那个 Nirvana 这个名字就很吸引我，因为它本身在佛教用语里面是涅槃的意思，是超脱了这个轮回。以前美国还有一个摇滚乐团就叫 Nirvana。第二呢，它这个富贵名字我觉得起得还挺好的，整个建筑也是很白很静的，是处在吉隆坡市中心的这么一个风水宝地。即使你说要避开走，但我们每次在高速路上总是难免常常会看到它。我避开走是因为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对殡仪馆都是很惧怕。对，而且你看它的名字叫富贵生命馆，因为你刚讲的，在中国我们更多看到的大家是称之为叫殡仪馆，对吧？在大马呢，还有一些地方像福建会馆，他们都有义山，广东会馆有义山。我不知道这个文化是否有不同，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我想了解王太，你的感觉中，中国和大马人他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分别是怎样的？会有些什么大概的感受吗？我觉得大家都意识到传统的死亡都是要很贵的。特别我觉得来了大马之后，发现大家对于这个身后事的安排是很早就开始了。比起中国，这个我已经觉得很贵了。我觉得马来西亚比中国还要翻个3-4倍都不止。马来西亚更贵啊？对。我们那时候看电影《破地狱》就知道做一场法事是很贵的。我看到我们的观众群里面有一些可能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已经开始好像付了很多年身后事的这个分期付款，每个月总是几千再这样慢慢的交。是在他网站中叫 Pre-Plan， 也是他主推的一个服务，还告诉你说这样你自己就能控制，你不用去麻烦别人，可以提前想好用什么形式，有什么5大好处，这是他们主打的一样东西。好，那么第3个问题我就想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去这个富贵生命馆参观，你会觉得和我们的朋友有些什么问题会问，想要解决心中的哪些好奇呢？等下我们看下去会不会解决掉我们的这些问题？就是大家对于死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对于我来讲的话，在中国受到的创伤太深了，我对死亡，特别是亲人死亡的这个告别式，我都是非常惧怕的。怎样才叫创伤你能展开说一下吗？就是看到他们在临终前，我家里面的一些长辈非常痛苦的，还有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家的老人在这个老人院里面是几年都不允许去探望，突然之间人就没有了。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人，他最终走的时候的样子，跟你生前记得他的那个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是非常的害怕。是。你这个讲得很具体我今天也有类似的好奇，就我很想知道在大马在富贵他们所谓生命馆，他对生命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背后对于死亡从仪式到他的礼仪态度都是怎样安排的。原先在我的印象中在中国我对死亡也有一些回避的态度，因为那个总是让人感觉很贵，非常伤心，常常又和一些什么家庭的纷争家人不和这个都纠缠在一起。它是一个发生之前毫无征兆，发生之中费人费时费钱，发生之后又往往是变得人走茶凉，总是那么不愉快的一些记忆和回忆。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怎样的机缘从事了这样一份职业。这个对于我来讲的话，只是
特别好奇。是，我们可以回到人的角度啊，了解，他们的工作是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因为我们认识的这位朋友，他平时和我们的交流就已经让我产生一些好奇了。他是很尊重这份工作的。我觉得他整个人的气质就是很淡然的，非常超脱、超凡脱俗的感觉。我没有想到他会从事这样一份对我来说是非常带人一些这个恐惧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很想探究一下它的内心。对，好，那我们今天就一起走进富贵。还在停车场，我第一感觉这里就像是酒店的大堂，安静，非常干净，然后也很高档。艾瑞，我先问一下啊，就是通常啊，大马人他是怎样会去做一个 funeral 的一个仪式呢？大马华裔社会呢，通常我们就是会事先规划，就是把自己想要的最后的那一环是要土葬啊，或者是骨灰位啊，或者是他的那个3天2夜的那个仪式，他们都会规划好先，就是把他们弄好这一环，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啊麻烦啊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普通上我们大马华裔都是会这样子做的一件事情。那只要不是土葬的话，它都可以在我们今天在的生命馆都可以完成，对吗？生命馆也是可以，然后我们的山庄，就是土葬的一些山庄，都是有这个神主牌位。OK， 除了神主牌位，那我们每年也是会主办这个超度法会，再来就是有一些光明灯，光明灯是给予我们一些再生的。比如说以前我们有一些传统，他们每一年他们都要去到那个神庙那边点上一些香灯火，这样子捐这些钱。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富贵镇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好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升天仪式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升天仪式呢，就是当骨灰火化了过后那一个骨灰瓮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三圣的这里前面。然后呢，上面会我们一些 LED 的一些灯射下来，过后呢，下面这里会有一些干饼随之而上飘上去，就是意思是说我们的三圣把我们的祖先带去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我这样理解了。其实你看，这些仪式就你们已经提供了是在中国叫殡仪馆嘛，或者是做殡葬，就是怎么讲，这是一个人火化的过程。那其实你这些东西是给到家人的一些心灵上的寄托，心灵上的安抚。其实它是一种服务嘛。你看还会融入一些科技，或者现在讲叫情绪价值，对，都是很高的。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我的认知了，至少是。所以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好好的把我们的先人送走，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安抚家属，那怎样度过他们失去亲人的最关键的时刻，然后让他们接受亲人已经是往生了，然后让他们重新再开始。3个后都有不同的门板设计环境价格宗教不同。那这整个一层就是floor 2，就是作为放骨灰的地方。对 OK，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对所以里面放的是骨灰OK， 然后这2个格是放相片。前面它有一个小客厅。其实小客厅呢，它的用处在于是放我们往生者的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就是客厅是在就这个前面一块是吧？我们看，因为它里边这里是有一些高级的地方，对，后面放骨灰对，前面是可以放东西。价格上我可以了解一下吗？我们每一间房间每一幅墙面过后就是你看这里有9层楼，那它每一层楼的价钱都不一样的所以最抢手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I level， 就是4楼、5楼、6楼，5楼是最贵的，5楼可能会要去到一个马币50-60千。我们来看稍微豪华一些的家族的位。我们富贵有 PDPA 的法令我们这个是没有人名的，我们可以开出来看一下。那上面这个大的就是主要的放我们的历代祖先，那旁边那些小的是供以后
他们要上位所用的。可以打开这里，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私有化的。然后打开里面，说它这里有四层，每一层可以放4个人，就是2对夫妇，4乘以4等于16个位。是OK， 或者是他们可以放2个这样子。总之自由度就很大了。这里的特点就是说你可以 DIY 作为自己个人家族的一个宗祠。这是一个对立体的啊，然后上面呢雕刻的是莲花。刚刚 Irene 告诉我说，有很多老公和太太他们2个人宗教信仰不一样。对那就可以放到这样，莲花是没有特定的一个 icon， 对吧？一个宗教的 icon。可以打开。打开里面是打开，这个是单位。这个我们有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design 啊，这里还是全新的。好，我们打开看一下。你看我在网站上也看到过这个 design。对，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哇，好漂亮啊，真的是。是在水晶玻璃里面雕出来的。对，是把这个空间的 design 做得很好，既是给生者的一个空间，也是给往生者的一个空间。有时候 sometimes 是一个结合，就通过一些仪式。其实你们真的是做得非常用心了。对，因为我们对于往生者的一个尊敬，然后对于我们的后代的一个安排和安抚和团圆。很多人应该都很关心这个价钱的问题。Actually 我也很关心。然后基本上最基本的就是从20多千开始，到我们的家族位300多千、500千，但已经有那么多位我觉得。有的。如果它是很大的家族，其实也还 OK 我觉得。在我们的1楼，我们是有一间房间是给顾客全部买上来的。像整个做告别仪式的话，大概是最基本你是说，如果是双人，他拿一个20多千，OK， 然后他拿一个配套，大概我们最便宜的是20多千，说2个人的骨灰位，说如果是1个人的配套，大概是要整40多千。那如果你要做一个完整的2夫妇的事前规划，你可以考虑说2个人的骨灰位2个配套。OK， 所以那个仪式的配套是1个人1个配套。明白。2个人就2个配套。这样的事前规划就是指一个相当于是 financial service， 对，它可以提前这样去付嘛。对，我们把现在的价钱把它锁定，是 OK。然后第二呢，就是把自己生前的事情做好。我们留爱不留债，还可以提前花上一些时间，自己把它考虑好，然后呢是做出你自己的决定，而不是等到有什么事情家人来替你决定嘛。对，他自己在时间上和在财务上都有很强的一个自由度嘛。对。火葬是最便宜的吗？好像也不是应该是吧。基本上火葬是最便宜的。你们为什么说也是可以接受外国人的？也提到 MMH 也可以啊。是的是可以用的。像一般人会提前大概多久啊？比如说我跟我太太也要考虑的话，提前多久去做这个 planning 是合适的呢？一般人来说。随时随时你自己本身的生理的思想已经是相通了，你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是财务方面，你已经是准备好了。为什么是没有利息？没有利息的，对，不可思议然后双位48期、67、5年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工期？主要的是我们不想就是当你在做事前规划的这么一环呢，不要给我们的购买者有压力。钱是有它的时间价值的嘛，你今天去付几十年以后的钱，还不用去支付利息。你可以想象几十年后来找你们的话，一定就不是现在这个价嘛，或者你们自己去看，你们几十年前一定也不是现在这个价嘛。所以现在能够去用现在的价格去锁定未来。自己本身的经历，当我接到我的顾客说，我谁已经刚刚走了，说你可以帮我吗？我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说要怎样去处理要做一些什么先这样子。家里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医院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是你是意外的，你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家人碰到一些什么意外那你们就
你们已经可以开始过去帮忙处理了，再到这里来办各种事情都可以。甚至于我们的一些临终关怀，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了，知道时间已经是不久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服务叫做临终关怀服务，我们有专线，所以我们也是有专人，或者是需要心灵上的一些辅导，或者是需要一些资讯的帮助我们都是会有提供的。现在你看到的是这样美的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也是这么美的，甚至于可以更美或者是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有 AI 开门请问你的祖先在哪一个 lot 哪一个号码他们就是可以带你去这样子这个真的是只有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民营的经济，就 private sector， 对，它才有可能把这些服务做得这么好。因为我们刚刚有分享，在中国是国家管理的嘛，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潦草。你们总之今天是让我感到是一个真的是很震撼，很从来想都想不到的。原来 Afterlife 在这里是可以做成这样的，让人感到很舒心的，真的是感到，就你们讲那种信任感能够被托付到的这种感觉。对，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小看选相片这件事情很多人找不到相片来放在那个灵堂的。对于我来讲呢，我比较现代化，比较 open-minded，我是想要以后我的葬礼会有一些飘着的一些 balloon， 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我希望来的人呢不要穿黑色的衣服，穿一些pinky 的白色的衣服。OK， 来的时候就是要哭的时候就哭一下下就好了不要哭那么久。可以指定好是吧？就哭一下下就好了。我也很简单，我可以跟别人说，这个相片就到我的 YouTube 上去找。我们的生活好像科技变得很便利，但是其实又变得更加潦草。然后我觉得是把事情规划这一环呢，就是交代的清清楚楚，也省了后代的一些疑虑，一些顾虑。因为我爸爸妈妈生前没有跟我讲，他到底是要土葬还是要火化然后他们要走的那个追思的那个仪式，到底是我们的道教还是佛教？起码少了一种那种仪式上的一些纠纷。因为可能一家人，比如说他们有3-4个兄弟姐妹，然后其中一个可能是Christian，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佛教，然后他们每一个可能是想要给父母他们自己想要的一些宗教仪式。那么可能那些纠纷就从这里开始。如果有了这种纠纷，那么整个家庭成员的氛围呢就会很不好。然后我相信这个是作为父母已经躺在里面的那个，不想看到，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个东西。团圆，兄弟姐妹没有纠纷，就是很平静的整个丧礼。好，应该追思的就去追思。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和客户是双赢的。客户获得了这种选择的自由，也其实最终来说会少付很多钱。你们有一些让利，但是能提前锁定客户，也可以把这么多可以预备的，你们需要想清楚的，帮他们去 plan 好。对，到时候只要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觉得应该就好，对吧？大概是双赢的。对，我跟你分享我最近看了一部我们公司拍的一个微电影。大概是20多分钟，然后它里面访问了一些父母，他们做的规划，孩子的一些想法。然后其中有一对父子，然后母亲大概是40-50岁，然后孩子也大概是20出岁多。他讲了一句我很感触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讲我妈妈什么东西都可以为我而做，但是到了我这一代，我未必能为我妈妈做所有我妈妈为我做过的事情。讲真，我也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我做不了他们那时候全部的牺牲，可能58%或者是28%他也做不到。所以他讲，他妈妈既然已经提起说他想要规划这个他人生的后花园，所以他就是尽他的自己的能力就是看妈妈喜欢哪里，他就为母亲做这一件事情。他觉得自己本身为父母有做了这个事情，起码
他真的是 做 do something for the mother。大家好，其实这里呢是吉隆坡富贵生命馆的生命长廊之长恩阁。长恩阁，对，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从小到老，对吗？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可以记在这。哇，我真的不行。好，继续。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每个故事就像被收藏在书里面一样，对，好，其实每一个款式，我们这个整个长恩阁呢有13个款式，OK， 不一样的就有13个款式。5本的话是普通的双人骨灰位，OK， 它前后可以放2个，明白。而7本的呢，它就可以放前后可以放4个，又或者你放2个，然后前院可以放你生前喜欢的东西，或者富有纪念性的东西都可以放，又或者放mini小型的那个家具都可以。可是我只看到书啊，没有看到有位。对，其实是这里你可以看。其实这不是真的门眼放是吧？没有的，可以拍啊，可以拍。纪念册叫《生命乐章》，里面是有一个空格，是可以放他生前的东西啊，或者你有什么话想给你未来的子孙一个交代呀、叮咛啊，都可以放。又或者你每年都想跟亲人说一些话，你也可以放在里面。其实每一个位置呢，它都有配有一个钥匙，OK， 因为保护你里面的东西，对吗？就是保障我们里面的东西。然后呢，只有你最亲爱的人，才拥有这个开你纪念你的钥匙，只有家人可以有，所以我们是开不到的，只有这一个。在这里。对，这个就开了，它这些全部会下去。所以这些才可以拿，这样是开不到的是开不到的。其实来富贵的同事说得非常好，这就像是一个繁华闹市中宁静的一片天地。那它和义山的区别是，你不单单是只有清明节可以来，你在平时像有些时候父亲节、母亲节啦，你在新年想念家人的时候就可以过来，而且他们也很自豪这样的一个 design。有些人很含蓄，他会把对小辈说的话放到书里面，那以后的亲人还可以不停的过来，生命会得到一种延续。这样的 design 我是怎样也想象不到。第一个问题，因为你们3位作为这个从事殡葬业的，可不可以我想请你们每个人都回答这个问题，你们会推荐自己的孩子、家人、朋友来从事殡葬业吗？然后在回答之前，麻烦你们先说一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怎么会入行的好吗？ OK， 我在这一个行业已经10个年头了。10年，对，10个年头了。那你问到我会不会推荐我身边的朋友进来做，其实是我很想，我一个孩子29岁，然后我也一直希望是他来接班我这一个行业。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呢，除了赚钱的一种方式，然后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是可以帮助身边的人，而且我们做的是一些文化传承的一种工作。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会接触到不同的个案然后我们有一些好像不同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去上然后我们也是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不同宗教的人、不同种族的人，这对于我们的一些成长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蛮希望他会来接班我的这个行业。我叫丽玲，那其实我加入这个行业才1年多。那我的孩子呢，我也很希望他可以加入这个行业，可是有时候年轻人他们就没有这个意愿。
那我们也不勉强。但是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啊、亲戚啊，都是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是非常伟大的，不是伟大啦，就是可以帮顾客省钱，也可以帮他们家人啊，还是就是免除一些顾虑，或者是有可以做事前规划，你们会很安心，没有忧虑这样子。所以因为人生很短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你一定要做一个准备。当你没有做准备的时候你的家人会很彷徨，就这样啊。谢谢 Jessie。然后其实我在这个行业大概是，我不记得大概是5年吧，5年。但是你说我真正很活跃，就是在这个行业大概是最近这几年哈。然后就好像 Irene 她所说的，她会介绍她身边的朋友、亲戚，然后我就是她其中一个亲戚。其实我是她子女，我是她的子女。然后我会加入这个行业呢，也是因为我本身的父母其实也是 Irene 的，就是我的顾客。刚开始我的其实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抱着那种试一试的心态，也没有太过想太多的东西。然后真正直到就是有事情发生在自己的一个朋友身上她是蛮年轻的，然后她丈夫有癌症，就突然就去世了。就当时我们是好像一个朋友关系同事，他那一刻很无助咯，就他在这边也没有什么亲朋戚友，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就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就从零教他怎样开始，包括怎样去报案啊之类的。就是从那时候我会觉得临终的时候我们是给身边的一些亲朋戚友一些关怀，给他们支持 ，OK， 就是陪他们度过那一个艰难的时刻。那为什么叫生命敬礼师嘛？就是不是只是说去处理这3天2夜这些，就是一个生命临终的时候，对往生者、对家人的一种关怀和付出。这样子了。像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基本上35岁以上的女性，基本是不太可能再去找得到好工作了。但是在你们身上，我不仅看到了你们有自己的职业，然后好像也很享受这份工作。你们怎么来评价说年龄在你们这个行业当中是属于优势还是劣势这个问题呢？如果是你有了一定的年龄对于现在AI 这个时代可能你要去学习很多那种数码化，比如说你要学习懂得怎样做 posting 啊，在 Instagram 啊、小红书啊那一种，对于一些比较年龄比较年长的那有一定的挑战性。那对于我来讲，对于我是一个比较好学的人，那这一种东西我是时时刻刻的都去学习去 upgrade， 我能学多少我就学多少。你讲年轻是有年轻的优势，这是肯定的对啊。然后你可以累积比较多的顾客，然后各种上课的课程也可以让他身心灵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成长。也其实这个行业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早点踏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来的。因为你从事这个殡葬行业是3位小姐姐里面相对时间最短的一位，哪些方面让你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自由跟 flexible？ 时间很自由，只要你肯付出你的时间，你相对得到的就会越多。你打卡的话就是打工，你就是不行啊，你就是早9晚5啊。可是我说 flexible 就是不需要，你有你自己的时间，你可以约顾客任何时间就看顾客他什么时间，我们就自己去 arrange 那个时间去安排。那晚上有时候需要上课，你也可以上课，就安排时间，就不像早9晚5的这个，对，可以自己上课，又有一个成就感。那我的人生就不留白了我已经达到我的目标就是对，因为我也希望
我这个就是我的孩子会看到我所做的东西，我的付出。我不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啊，这样子啦。因为就算我的老公养得起我，我也会出来工作的人，因为不可以靠的，男人不要靠。对吗？为什么？男人是可以靠的，要找一个可靠的男。Jessie 姐姐哦，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了，就是这份工作带来的这个关怀，还有陪伴的这个意义嘛。你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意义，然后才加入这份工作的吗？也不完全是，就是说，我觉得它有它的意义的存在，就有一些人有可能觉得，哎呀，我们只是卖产品啊，就是卖这些配套，就是目的。或许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就是为了赚钱而推销你这类的产品，但是其实那就是说你做下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其实我们所提供的不是只是产品，还有包括我们的服务，还有那些真正的内心的那一种关怀。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让你们很大的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转变，然后跨过了这个坎之后，然后对这个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触发你们迈过这个坎？比如说像我来之前，我对殡仪馆我是很惧怕的，然后我也不愿意进来，但是好像就 push 自己一把，然后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哎，这是不一样的。你所说的是对的，就是你刚开始你还没有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们传统上灌输的那一种殡葬是很恐惧的但是一旦我进来了，我认识了这个行业之后呢，那个坎呢，就是当你去接触的越多，你就会慢慢习以为常，然后你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些人来跟你说谢谢感谢，你是有种的从心里的有那种满足感。比如我自己本身，我以前是就是那种完美主义者，OK， 对于孩子的要求，功课方面呢，各个方面。然后自从我踏入了这行，然后我看到太多那种突然去世的，然后很多那种意想不到突然间就离开的那一种故事，那种无奈，然后就是对于自己以前对于孩子的要求，或者是亲戚朋友的一些要求，然后我自己本身的那个态度观念各方面，我都放下了，然后身边的朋友的关系孩子的关系会变得很好，就是那一些观念的改变。所以这个行业给我的不是在于你可以赚多少钱，远远超于赚钱的那个意义。其实我加入的时候我没有，其实我很怕的我只是加入试一下而已。可是当我第一开始就去参加自己朋友的那个追思会，我会怕。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走这行业，可是我加入了，哇，我很怕，真的很怕。那是他在家里的，所以过后我就觉得，哎呦，我到底要不要做？我有那个恐惧感。可是就 Irene 带我来看惯了，我还是慢慢，我觉得还好。其实因为富贵真的是没有怕，因为没有看到照片，好像你的那个骨灰位或者地我感觉是很natural， 就是没有恐惧那一种。可是就那个说追思会的话，你开始可能会有一点胆怯，因为遗体在那边，你会有点怕。一次两次你慢慢就习惯了，然后你会感觉其实我看到的是当我帮助到他们解决很多问题，因为他们家属会有一些彷徨不懂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做我们的服务，最好的服务给他们办理完美的一个追思会。他们家属的感恩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满足感的。你问我最大的坎就是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是很反对，就是不是很赞成因为
就好像很多人都好像你这样子，就觉得很阴沉啊，然后就是好像很晦气这样子啦，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想法啊，这样就我觉得最大的坎就是当家人慢慢接受，我会跟他们解释，就是接受我这份工作，然后给他们知道其实我也是在帮自己之外，也帮顾客之外，也是在好像觉得也是一种福报嘛，帮人也是一种福报，所以就慢慢，我觉得这个我家人就可以接受我这个这一份工作，然后身边的朋友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啊，你叫我买这一些，跟我谈这一些，你是在诅咒我吗？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不管是年轻还是老一趟，尤其是比较老的人，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教导了，就是教导他们，其实不是啦，我们都是在教育，让他们知道事前规划的重要性这样子啦。其实对于他们是好，对我们身边的人也好哈。等不用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来紧张，还是不知所措这样子啦啊。这个坎我是觉得是我的家人吧，就是能够接受我去做这个行业，我是觉得已经过了啦。然后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刚开始他们很抗拒你，然后他们能够主动找你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好像成功教育了他们这样子啊，这个我是觉得最有满足感的。既然看到这里，不介意我再多说几句吧。这一次节目从录制到编辑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有些不确定的地方，我还和大马的朋友打电话来进行审核。但随着时间的投入呢，我开始意识到，好像富贵这种新的模式，社会上对他的看法也有各种各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OK， 我完全理解。我想要说明，这一次的采访和我们个人和我们频道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关联的。它的起点是怎样一方面，我们群里有些大马人，我们差不多的年龄居然已经开始在提前规划自己的后事了，这个事情让我们很惊奇。同时呢，我们的一个观众也是我们的客户，也就是 Irene 在视频中出现了。我们给他送货的时候发现，身上竟然写着生命经理师。我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标签，或者说是某一种职业，我觉得它是不一般的。什么人会称自己叫生命经理师？他又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知道他在富贵工作以后，我就更感兴趣了。这也基于几点原因第一呢，我们是从中国过来，大家知道在中国整个殡葬行业由政府高度的监管，它的火化和仪式呢，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所垄断的，而它的周边墓地和一些服务有一些民营的参与，但的要求也非常高。我们是没有见过这么多种殡葬的服务和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仪式和形式的。再来，你看我们40多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们已经生活在大马了，并没有说未来我要回中国的，我要去养老的，没有，我们还真的是没有。那么后事如何安排？说实话，它也在我的脑中盘旋的，所以我跟王太就要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大马的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并且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看待生命、看待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些什么不同。这就回到节目开头所说。虽然我知道大马有各种选择，可能更多的人就像我以前去福建义山，旁边还有广东广西的义山，我也知道有可能他们会选择义山。大马不还有孝恩园嘛？但是对我这一次参观来说，我们家是受益匪浅，大为震撼的。第一，我看到了这么多的选择；第二，我知道说原来还可以提前规划，并且对我们 MM2H 来说，在大马提前规划居然也有这个可能性。第三，最重要的是从小到大经历过各种亲人朋友的离世，我确实没有看到过生命被这样真诚的饱含着敬畏和尊重的对待，我真的是没有看到过，所以它让我有了一个
不一样的体验吧。那么也为我们更加安定的生活在大马打下了一些基础。这是要和大家来解释，那各种理性的声音或者是个人的声音都没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来好好讨论。说到生命啊，我们最近推出的母亲节套餐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其中有一个单品就是来自于挪威的刺身级三文鱼，用舒肥法进行制作，欢迎到网站看一看进行选购，这里确实是硬广的环节。那如果你用下面说明栏我的推荐码登录的话，你自己能拿到8块钱的优惠，也可以注册之后买不买啊没关系，登录下资料就会有积分，拿你自己 rewards 里边的专属推荐码发给你的朋友，那你就会有多1000积分，他会多8块钱立减的券，这样算是对我频道的一种支持吧啊！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再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好的节目，谢谢，拜拜。OK 啊。